1931年11月19日，一架中国航空的单发双翼3点式油污货机，搭载着40磅2000多封邮件，准备从南京的明故宫机场飞往北平的南苑机场。驾驶这趟货运航班的机长为36岁的王冠一，山东平原人，字习武，祖父是太师太傅，也就是皇帝的老师，父亲是国子监管理监视大臣，也就是现代的教育局局长。而王冠一本人是中国第一代飞机驾驶员，因为祖父2代都是清朝高官，王冠一自幼饱读诗书。1923年4月，王冠一毕业于由袁世凯创办的北京南苑航空学校，因成绩优异，先被认为学校的教官，后任总司令部航空大队长，是一名优秀且经验丰富的飞行员。副机长是36岁的梁碧堂，河北人，与机长王冠一是同期飞行学校的同学，也同样是经验老道的飞行员。这趟航班的出发地明故宫机场建于1927年，直到1956年废弃，是中国首座军用机场，也是南京首座民用机场。当时的机场很简陋，只有简易的几座机棚，甚至常有野鸡野兔闯进机场，引起狩猎者前来狩猎。而航空管制部门也是在事发几年后才渐渐成型，所以当时也没有塔台负责指挥调度。上午8点整，该航班顺利于明故宫机场起飞。因为途经济南，这架飞机也被命名为济南号。预计10点整在徐州机场加油卸货。这趟航班是不对外开放普通民众搭乘，但今天后座却坐着一位特别的来宾——徐志摩，一生追求爱与自由的现代诗人。这虽然造就了他的文学才华，却也将断送他的一生。讲到徐志摩为何会搭乘这趟航班，就必须提他这一生中遇到3个重要的女人。1915年，在父母的安排下，与15岁的张幼仪结婚。但1920年，徐志摩在英国认识了林徽因，并深深地爱上她，开始谈起了一场不为人知的地下恋情。徐志摩一心想着跟张幼仪离婚，终于在1922年得知张幼仪怀孕后，逼着张幼仪堕胎并离婚。离婚后，徐志摩立刻离开英国，然而回国后却迎来了晴天霹雳。他痴恋的林徽因竟与老师的儿子梁思成订婚。一厢情愿的徐志摩认为订婚还不算是结婚，生米还没煮成熟饭，总觉得还有一丝希望，于是当起了全职的备胎。在担任备胎期间，徐志摩也常参加北京的文艺青年聚会，在那里他认识了陆军上校王庚，并与王庚结交为朋友。1923年，王庚调任为警察厅厅长，因公务繁忙，请好友徐志摩帮忙照顾自己的妻子陆小曼。身为好友的徐志摩，当然也是好好的照顾了陆小曼，于是两人开始谈起了恋爱。直到1925年，王庚赫然发现自己被扣了一顶绿帽子，气急败坏的他向徐志摩发出了死亡恐吓，徐志摩也吓得逃往欧洲避难。但几天后，王庚便与陆小曼离婚，徐志摩这也才返回中国。1926年，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，但这场婚姻却被亲友们强烈阻扰，尤其是徐志摩的父亲完全不能接受他与陆小曼结婚，于是提出了2个要求：第一是结婚费用自理，第二是要请梁启超做证婚人，胡适为媒人。梁启超非常反感这2个人的感情，认为一个人是渣男，一个人是渣女，甚至在婚礼证词上滔滔不绝、引经据典的痛批2人婚外出轨、人品低劣。一时之间，整个礼堂上鸦雀无声，观众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不该拍手。夫妻2人也是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最后还是胡适上台缓解气氛，完成了这次艰难的婚礼。但婚后2人婚姻并不美满，陆小曼常吸食鸦片，无工作能力却挥金如土。徐志摩1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付陆小曼的豪宅租金、司机、厨师、男仆、女佣等费用，甚至常出入名贵的社交场所，宴会的排场一个比一个大。累的徐志摩只得在上海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。为了节省路费，徐志摩向宝军舰拜托了整本的免费机票。宝军舰为中国航空公司的财务主任，为了宣传，
宝军舰慷慨地赠送了徐志摩整本的免费机票，让他能够免费搭乘飞机，其实也就是找徐志摩业配的意思。而徐志摩也因此省下了不少路费。1931年11月上旬，陆小曼因为钱不够支撑他参加聚会，使出了夺命连环扣，连发了10几通电报，催促徐志摩南返。徐志摩在13号回到上海，到家后劝说陆小曼要节俭，节制鸦片。夫妻一言不合就吵起来，于是徐志摩负气出走。这时的他一心想在19号赶回北平，去听林徽因的建筑讲座。他本来打算搭乘张学良的专机，张学良却因事改期，徐志摩只好选择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，由南京经徐州到达北平。上午10点整，济南号顺利降落在中途休息站徐州机场。济南号预计在这边停留12分钟。徐志摩下飞机后只觉得头痛欲裂，他写了封信给陆小曼，告诉他不想再搭飞机了。话虽如此，但徐志摩想到只要再忍耐最后一段，就能够如期赶往北平听林徽因的讲座，徐志摩还是忍痛上了飞机。10点20分，济南号顺利从徐州机场起飞。第2趟航程由副机长梁碧堂飞行。喜好诗文的机长王冠一也趁此机会转头向徐志摩请教文学。下午1点左右，航班离济南30里处时，遇到了地势险峻的北大山，忽然涌进了漫天大雾。当时的飞机只适用于目视飞行规则，副机长不得不降低高度，寻找与地面的目视联系。事故之后，中国航空公司立刻组建了调查小组。虽然当时飞行记录器以及黑盒子都还没有被发明，但事故主因仍可归咎于天气所造成的可控飞行撞地。当时的航空设备以及水平较不成熟，没有塔台能够提供雷达引导。而近地警报系统的发明家唐纳德·贝特曼也在事发后1年才出生。飞机上更没有地形雷达，能够提醒机师高度过低。在山中遇到大雾时，降低飞行高度，就等于是把手伸进滚烫的热水里面试温一样危险。所以这场空难是注定会发生的。而徐志摩会搭上这趟航班，除了命运之外，或许也与他的风流个性有关吧。